好，接下來我們要持續關心到的是歲月磨礪，烈火真金啊，這是什麼事情呢？就是習經會正式的登場，是不是整個東亞新的秩序要成型了呢？北韓這一次呢，特別再次的強調，絕對不會放棄核武，劍指對抗美日韓同盟嗎？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今天呢，其實被視為是這個整個亞洲國家最矚目的國際大事，就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時隔7年，這一次再度的到訪了北韓。那麼在這個到訪北韓的之際呢，我們看到韓媒特別形容說，金正恩將會以 VVIP 的超規格來接待習近平，甚至預估會動員高達了數十萬人來夾道歡迎，場面要做給世界看，要傳達的訊息就是中朝關係全面升溫。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，出訪前習近平呢，主席難得在北韓的勞動新聞發表了他的署名文章，強調雙邊的關係是非常的好的，並且拋出了4大主張。當中特別提到了加強中朝之間的戰略溝通，反對霸權主義，反對一切的復活軍國主義，危害地區安全穩定的圖謀跟行徑。最後，他還強調要推進彼此平等、有秩序的世界多極化。好，我們來看到相隔達到了7年，為什麼習近平這個時候再度的訪問北韓？意義是什麼？是要拉緊北韓來對抗美日嗎？賴老師怎麼解讀？日本高市早苗上台以來，他得到民眾很多的支持。雖然他的民調最近有在下降，但是他維持5-6成是不變的啊。這代表說，日本這個國家的基本上已經定性轉成為軍國主義的國家了。所以中國已經把日本定調，它就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。那俄羅斯也把日本定調為軍國主義的國家，中俄在這個部分裡面是一致的。那既然都定調是軍國主義國家，所以日本的這個高市早苗的一個做法，它基本上來講是帶有高度的侵略性。它不但修改武器出口3原則，它要修改憲法。它最近在測試的它的武器，已經不再是防衛性的武器，而是攻擊性的武器啊。這不只是12式的一個反艦導彈，不只是88式，它也在測試更新的滑躍式的導彈，都是具有攻擊性的了。所以它對於東北亞的安全局勢已經還有過去的穩定和平的一個架構，本來日本基本上在東北亞它是無害的，也就是說它不會威脅到中國、俄羅斯、朝鮮等，它基本上相對是無害，因為它的憲法規定它必須是和平的，它是專守防衛，所以它對於周邊的國家不會構成危害的情形下，大家對日本是歡迎的，也就是說過去的日本是和平的。但是現在的日本已經放棄了和平，它走向戰爭。在未來的日本很有可能又是軍國主義的一個幽靈又再現。那在這個情形下，我們看到6月7號，高市早苗跟韓國走得越來越近了。也就是說，李在明搞多邊平衡的手法跟美國好又跟日本好得不得了，又跟中國大陸好像要釋出善意一樣，但是他卻跟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發展出更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。6月7號，日韓兩國啟動了這種緊急狀態的軍事物資准入計劃，也就是說，日本可以在緊急狀態的時候把他的飛機、戰艦等進入韓國，韓國也可以進入日本，這樣的一個情形就等於是這個軍國主義者已經跟韓國在勾連了。那李在明的這種多邊的玩弄的這種手法，其實中國大陸看得很明白，那朝鮮、俄國其實也都看得很明白。東北亞的局勢在產生轉變，一直延伸到這個南海的菲律賓。那它也就是說，日本很有可能會帶動東北亞的局勢的一個緊張關係。在這個情形下，中國跟俄羅斯已經發展了個更緊密的關係，現在又把朝鮮拉進來，形成中俄朝的緊密的協作合作夥伴關係。我覺得這個是對於東北亞的軍力再平衡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，有很大的功能。我個人是認為李在明有點在玩火。李在明表面上看起來無害，但是李在明的很多具體的一個做法，因為您也知道，現在的國際政治上不是聽你在講什麼，不是看你在演什麼。
啊，不是看你演在地上喝杯啤酒，喝瓶啤酒啊，好像很接地氣，去吃烤肉很接地氣。其實更重要的地方是在看你在做什麼啊。那也就是說，當高市早苗跟李在明越來越緊密啊，兩個都相赴到對方的家鄉去訪問，那你不覺得啊，中國在這個時候一定要鞏固東北亞的安全局勢啊，為穩定安全局勢做出貢獻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訪問嘛。好，我們看到一方面這個日本的軍事的帝國主義、軍事主義再起，一方面日韓的關係更加密切，引起了整個東北亞的緊張。所以我們看到此刻呢，中國大陸除了拉攏俄羅斯之外，也持續的跟這個朝鮮形成一個更好的一個關係。那現在目前的狀況已經很清楚了，在這一次習近平主席去訪朝這個時候呢，北韓在近期它的軍事動作也非常的多，而且在持續的做到全面的軍事升級。先來看最新消息。是金正恩的周末帶他的女兒金主愛去視察這個5000噸級的驅逐艦江建號，公開宣示呢，他直接說了，他要打造現代化海軍，甚至把目標講白了，就是要發展成這種核戰威懾的主力。除了擴大這個戰艦之外，金正恩也特別強調了說，接下來會來全面的擴張軍備。他也設下目標，包括5年內飛彈產能提升2.5倍，海軍核武化升級，還有洲際彈道飛彈戰力會持續的強化。金正恩的妹妹也放話說，核武國家地位不容妥協。現在看起來就是要朝這個無核化談判的大門，這個是等於是關上了。那麼軍事專家也做了預估，說目前北韓擁有超過100枚的核彈頭，4座濃縮鈾設備，而且有火星15、17、18等洲際彈道飛彈，可以打擊到亞洲國家，甚至是美國本土。在這樣的狀況之下，大陸會要求北韓放棄核武嗎？或是當作是這個抗美日的一個籌碼？大陸的角度來看，艦長怎麼看？如果說我們對於一個國家的一個核武的能力的話，除了數量之外，另外一個參考坐標，也就是你是不是具有3位一體的打擊能力。核3位一體講的是什麼？講的也就是我們講到的彈道飛彈。那第2個也就是彈道飛彈核潛艦，第3個也就是戰略轟炸機的部分。那戰略轟炸機我們現在沒有看到北韓在發展，但是其他的2個都已經具備了。那雖然它沒有戰略飛彈核潛艦，可是它有戰略飛彈柴電潛艦。那同樣的，它也已經在2017年跟2018年最頻繁試射的時候，它已經試射過在水下試射過這個北極星1號跟2號的飛彈。至於說它的數量到底是多少，它的數量呢？如果說我們剛剛看到有關專家說是100枚啊，那如果說我們來看到這個相關的軍控組織它的一個參考數據的話，也就是北韓是50枚的這個數量，那無論是50枚還是100枚啊，這個都，然後再加上剛剛那個賴老師所講到的，以及主持人所談到的，它的這一個火星17、18、19，其實都已經部分的涵蓋到美国本土了。那對於美國來講，那他會要慎重的考慮這一個相互保證毀滅的一個戰略的部分了，而且。在北韓最後幾次的這個試射的時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啊，也就是大家發現這個隧道裡面拉出過電纜。我以前就提過這個，可是我這次拿出證據，就是 CBS News 它其實出了這一則新聞，大家那個時候搞不清楚到底什麼原因，所以注意的也不多。那但是呢，我們如果看對照另外一本書呢，叫做 Spying on the Bomb。那他在談到中國大陸的發展的時候，他也談到說，中國大陸在最後這個發展核武的過程當中，也有類似的作為。那意思也就是什麼？那個都是在收集相關的這一個核分裂的數量，然後能夠確定它的一個這個超級電腦。那其實最近這個北韓的這個動作非常多，我們看到這個他去參觀這一個鈾濃縮廠的一個部分。那另外他還展現了這個有關於燃氣舵的這一個火星17。那同樣的，他又帶了現在的這個北韓的飛彈局局長啊金主愛啊，那去參觀這一個我們剛剛講到的江建號。那其實江建號也已經試射過飛彈。那這也就是告訴大家，如果要北韓回到無核化，
基本上就是7個字，一點機會都沒有。好，所以一方面我們看到北韓在強調它的核武的發展，那現在看在川普的眼裡是非常的緊張了，他也希望說能不能再舉行一次川金會呢？至少是說在這個無核的發展上，他能夠再貢獻一份力量。那現在有傳出說，希望習近平能夠穿針引線，讓他去見到金正恩。但是事實上，我們也知道，川普先前有3度的舉行這個川金會都破局哦，沒有讓這個朝鮮放棄它的核武發展，包括2018年在新加坡，還有2019年在越南河內跟板門店這邊，他們2位都見過面。同樣的問題，楊老師又怎麼看？我覺得現在世界各國，包含美國跟中國大陸哈，已經把北韓視為叫做事實核武國。在21世紀初的早期的時候，我也參與過東北亞的安全對話。那個時候，連北韓的學者後來都有來參與，英文都不錯。相關的這些區域啊，安全的概念都掌握很清楚。但是到了2006年，他們第一次進行核子試爆，就整個改變了。然後呢，這個過程當中也有6方會談，最後並沒有勸服伊朗，這個北韓真的放棄核武，一直做了6次核子試爆，到了2017年最後一次，然後它的這個規模呢、當量呢，其實已經跟美國、中國接近了。而過程當中，它也在不斷的測試中程、長程，然後呢洲際的彈道飛彈，它並沒有像是中國大陸從海南島打到夏威夷南部那12000公里的飛行距離，但是呢，它往就是太空射、外大气层射，然後呢中段不断的測試確認它能夠飛到12000公里，打到佛羅里達。所以從它的核子彈頭、核子技術，以及從它的載具到就是洲際彈道飛彈，它已經是具有核武嚇阻能力的事實核武國。也就在中美英法俄之外的印度、巴基斯坦跟北韓這3個國家是一樣的。另外一個國家是以色列，不過他沒有試爆過。那現在走到這條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路啊！你看伊朗就走不過去，很多因素了，也是因為他自己內部的分歧。所以北韓的確那陣子走過來的時候呢，他內部的壓力很大。可是走到這一步的時候呢，我就覺得中國大陸大概還是希望核子不要擴散啊，那日本也不要想。可是問題是。